大家好，我是 Judy， 欢迎您再度收看589操盘笔记，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我们今天上什么课程呢？是上钢铁业的长条钢，就是我们的中级班的部分。那接续上个礼拜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在碳钢这边的长条钢的部分。首先我们请导播帮我们切下图卡的部分。好，那接续上个礼拜来讲的话，我想大家对长条钢这个地方已经有一个约略的了解，就是说我们如果纯粹以外形来区分的话呢，就是它外在的形状是长条柱状的钢品，我们就称作长条钢。那它的生产方式呢有两种，它可以用所谓的高炉生产的方式，也可以用电炉生产的方式。那这个礼拜我们这张我们上个礼拜介绍过，那大概就是跟大家讲，就是说在废钢这个地方，它用电炉生产，然后产制出小钢坯以后，这个地方有分作条钢跟线材。那条钢这个地方呢，它的中下游这个地方是以公共工程或者民间的营建业这个地方为主，所以纯粹是一个内需市场。那我们这个礼拜的主轴就是定在条钢工厂这个地方生产的产品，包括的型钢跟钢筋这个地方的个别公司做一个分析。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在条钢这个地方呢，它可以包括就是有生产型钢跟钢筋。那它主要的用途呢，像型钢部分呢，用在比如说 H 型钢，我们的房地产的建筑结构里面有，或者是一个公共工程，还有一型钢的部分还包括了像角钢这些那这个地方都是属于公共工程。那钢筋的部分呢，比较多是用在除了公共工程以外，最主要是用在房地产这个部分。好，所以我们就知道它的需求是以内需市场为主。好，那接下去我们就条钢的需求做一个分析，就是说条钢业它是属于一个内需的产业，而且它的下游是跟营建业有相度的关联性很高。所以我们后面呢在讲条钢的需求分析的时候，我们先对营建业的数据来判断未来整个条钢业的景气，就是说它的需求是怎么样，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条钢业未来的景气发展。好，我们先从那个营建署核发的建筑执照这个地方呢，它是依照它的用途这个地方来区分，我们就会发现就是说占整个住宅类这个地方呢，它是占整个就是说使用那个最大宗，那大概就维持在5-6成。那第二个的部分则是所谓的工业的部分。那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以楼地板面积来看的话，就是说包括了住宅跟厂办这个地方呢，在那个需求这个地方呢，就占了超过了7成。所以我们就要紧盯这两块的需求。那我们这一张图呢，是近10年来的钢筋的消费量跟建筑执照的面积走势图。我们可以发现国内建筑物的建造的面积跟消费钢筋的消费量怎样呈现正相关。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国内的营建业如果好的话，那钢筋这个地方呢，相对它的需求量就比较好。那如果说国内的建筑业这个地方比较萧条的话，那钢筋的需求量就比较少。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样子营建业跟条钢业这边的那个景气两个是息息相关。好，那接下去呢，我们再看一个近10年来钢筋的消费量跟建筑开工的面积去做一个比较，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他们两个是呈现正相关，即使就是说几乎都是一致性的你看这个是钢筋的消费量，这是建筑物的开工面积，所以由此可以得证，就是说国内的建筑物它的开工面积呢，跟钢筋的消费量两个是存在的正相关系数。好，那讲完这个地方，我们在条钢业这边的基本面就可以做了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已经了解了说钢筋跟国内的房地产息息相关。那目前现在遇到的状况就是说，因为美国高通膨的压力之下，所以他不得不做一个升息的动作。那台湾这个地方呢也跟进，虽然说升息的幅度有限，但是也做了升息，再加上政府这个地方呢，它打房的限制一波波，很明显呢，已经让目前房地产短期现象来到一个降温的现象。那因此以建筑业为两大用途的那个厂办的部分呢，随着那个中国经济降温的部分，那全球科技业这个地方要面临库存的调整，所以有很多大厂呢，它的资本支出这个地方都有做缩减。所以不管国内的营建业或厂办这个地
地方呢，受到景气的影响呢，然后都会影响相关业者的业绩。所以在目前基本面下个结论，我们就会发现说，钢筋随着国内的营建业这个地方短期来讲的话受到影响，也就是说需求量这个地方有受到影响。好，这是基本面的结论。那接下去我们来看一下技术面的分析。那我们都知道，就是股价呢，它是领先经济的一个橱窗，所以事实上我们刚刚说的有关于营建业的需求缩减的时候，股价它已经领先做了一个反应的部分。那这边呢，调钢业有2大公司，那一个是丰兴，一个是东钢。那首先我们要去介绍，就是说以丰兴来讲的话，它的产品就是比较分散，在钢筋的部分大概占它营业比重大概50%左右，那型钢大概是21%，那线材的部分是30%，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中钢呢，它的产品相对比较分散，所以说它整个那个负债比也相对比较低。那面临就是说景气往下衰退的过程中呢，它相对来讲的话体质就会比较健全，所以我们会发现它在回档的时候怎么样，有守住所谓的1/2。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那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它后续的发展的时候，因为它回档守住了1/2，那反弹的话，如果迅速再攻高的话，就比较容易呈现成功上涨。不过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政府的政策并不需要房价就是有大涨的现象，因为目前的经济也不是属于强劲复苏的阶段，所以我们认为说后续丰兴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回档守住1/2，但是在攻击的时候就是说要乘45度并不容易，所以以盘涨的格局这个地方会居多。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档也是做钢筋的股票，那这是海光。为什么我们特别提海光做例子呢？刚刚我们在分析丰兴的过程中，大家有没有发现它的产品是分散？分散也就是说它有分调钢也有分线材的部分，所以遇到不景气的时候，调钢这边不行的话，还可以靠线材这边做补助。可是海光这个地方呢，它是100%，几乎快要100%，这个地方钢筋就是它主要的那个什么营业项目，所以呢，钢筋好的时候，它的股价是不是冲的相对比较快？可是钢筋价格不好或需求不好的时候，是不是股价下跌速度就会比较快？所以我们看一下它跟丰兴的股价比较起来有没有？它下跌的过程中，我们不用算就知道怎么样。它的回档有跌破1/2，还有这家公司的负债比例相对比较高，所以在不景气的时候，它会，尤其是现在升息，它就会面临比较高的那个利息负担。所以说我们在比较完这2家公司的时候，是不是你选股就比较容易了？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回档跌破了1/2的时候，那就有2种可能哈。第一种可能就是说回档跌破1/2，但是在攻击的时候，因为它业绩好，45度，然后呈现成功上涨，或者说它回档跌破1/2，但是业绩没有这么强，在上攻击的过程中，因为回档幅度比较大，所以后面可能走盘涨跟盘整。那我们也知道，以目前国内的景气来看的话，那你说从基本面它要非常好，然后呈现45度的攻击的部分的话，可能这个几率就会比较小。那后面走盘涨或盘整的格局的几率就会比较高一点。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说我们只要把基本面跟技术面这个地方呢，稍微做一下仔细的分析，就可以知道这家公司未来股价的走势，还有它 N 型的变化。所以我今天呢，很多投资朋友都会问我说，为什么我一定除了技术面以外，我也要懂基本面呢？因为当你在面临技术面分析的时候，通常会有假设1、假设2。可是如果你在加了基本分析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到底是假设1的几率比较高，还是假设2的几率比较高。是不是我们在选股做标的的时候会更有信心呢？这就是基本面跟技术面相结合之下的好处。那希望这集的影片可以给你带来不同的投资观念，让你以后在选股的时候会更清楚，就是说什么是强势股，什么是弱势股。OK，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要告一个段落。到了最后，还是要提醒你，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那我们下个礼拜天再见喽，拜拜。